俄罗斯又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场荒诞大戏，宝贵的卡52竟然被自己人用防空导弹干了下来，飞行员一死一伤。更狠的是，乌克兰用最新电子战系统硬生生拆了61枚匕首高传速导弹。俄罗斯这边为了干扰星链造的电子战系统，却因为信号太强，反而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精准定位清楚，这才是真正的技术碾压。让俄罗斯焦虑的还在后面，北约在安卡拉峰会上捅了普京3刀，砸400亿美元反制无人机。美国、波兰、德国、荷兰、瑞典5国签约要在欧洲建爱国者导弹维护中心，洛马公司还要在德国建 ATACMS 导弹生产线，整个北约都动起来了。就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国内的燃料危机彻底爆了，白俄罗斯拼了老命也满足不了大哥的需求，几十万俄罗斯人正在疯狂搜索同样的问题：哪里还有汽油？该怎么自制汽油？这些问题都应该去问普京。卡52为什么会被自家的导弹干掉？俄罗斯还能上哪里找燃料？时间回到7月2日，波罗涅日地区上空，俄军一架卡52正在拦截乌军的无人机，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地面突然射出来一枚防空导弹，精准命中了这架卡52，导航员弹射逃生，机长当场阵亡。乍一看这个消息，大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大家注意了，看看地区，沃罗涅日，这是俄罗斯的地盘，等于说这架卡52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被防空导弹击落的。那想也知道不可能是乌克兰干的，那是谁干的呢？俄罗斯军事博主弗拉基米尔·罗曼诺夫透露，是俄军战斗陆军预备役部队下属的机动火力小组干的，用的是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这是俄军近年来装备的最先进的单兵防空导弹系统，红外制导、自动跟踪，理论上精度极高，怎么也不可能认错无人机和直升机吧？偏偏就是打错了。火力军仔细一扒，好嘛，这枚导弹的导引头可能根本就没锁定乌克兰的无人机，而是锁到了卡52发动机排出的热气。红外导引头一看，前面那个大家伙比无人机热多了，嗷嗷叫着就扑上去了。本以为能立个功，谁能想到把自家的王牌直升机给捅了下来。如果说这只是一次孤立事件，咱们或许还能说一句，战场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别揪着这件事不放。问题是，俄军的有军无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比如早在2022年的扎波罗热，就有几架卡52被俄军自己的铠甲 S1击落。铠甲 S1的机组发现目标，想也不想，果断开火。事后才发现，不对，我们打的怎么是自己人？类似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2023年的时候，受害者主要是苏35，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在1周之内送走2架苏35，后面苏30也没逃过自家的打击。到了2026年，受害者变成了米8，比如在3月的罗斯托夫，一架米8直升机夜间起飞拦截乌克兰无人机，结果被自家防空系统凌空打爆，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直升机砸进了一个当地农民的谷仓里。5月，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又送走一架米8，零零碎碎算下来，差不多有几十架战机没死在战场上，死在了自家人手里。一问理由，全是误认，把自家直升机认成了乌克兰的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很难说这些防空系统到底算不算友军，估计俄罗斯空天军都要怀疑人生了。兄弟，要不你老实交代吧，你们到底是不是乌克兰派来的卧底？一次两次还说得过去，这一连串我打我自己的闹剧，只能说明俄军有问题。这里面值得说的那可就太多了。首先就是最基本的人员配置，火力军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全是毫无经验的新手。大家别被战斗陆军预备役这个名头骗了，其实机动火力小组里面的人员分布相当杂乱，有受过训练的军人，但是这群人放在小组里完全是托底用的，因为小组里更多的都是俄罗斯拉来的志愿者，有些人甚至连机枪都没摸过，有些人还是从街上招来的。此前梅杜莎报道过，俄罗斯最大的招聘网站 HH 网上就挂出了招募预备役无人机操作员的广告，包括莫斯科那些学校也都贴出来了招聘广告，基本上没什么限制条件，没经验也好说，包培训的。然而俄罗斯拉这些人进部队就是救急的，能投入多少培训精力，所以他们接受的训练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纯就是一群草台班子。把这些人拉过去搞防空，最后的画风就是这样。这群人抬头一看，嘿，有目标，管你3721，直接开火。还有 Z 博主爆料，这些机动火力小组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没有统一的目标探测系统，地区之间没有任何协调。有些小组装备的甚至是1905年服役的马克西姆重机枪。1905年那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东西，用古董机枪打21世纪的无人机，俄罗斯这是不演了，给大家整上怀旧风了吗？有朋友可能觉得奇怪，就算人不行还有装备呢，俄罗斯好歹也是军事大国，那些装备难道分不清敌我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别忘了一个前提，俄军和乌军可是共有一个老爹，那就是苏联。
双方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同根同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区分敌我，只能靠敌我识别系统。那问题又来了，俄罗斯的敌我识别系统还是苏联留下来的底子。苏联搞过口令和卫士2个系列的敌我识别系统，俄罗斯沿用了口令系统，并对其进行升级。然而升级范围极其有限，大部分都用在了苏57这样新研发的战机上，这就导致一个极其离谱的局面：俄军战机和防空部队的敌我识别系统、新老系统混在一起用，完全就是一团乱麻。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的战机装的是新用大器，用的都是新技术，但是地面雷达站的识别器还是苏联时期的老古董，两者根本对不上话，那还怎么认？再加上俄罗斯缺乏像北约 Link 16那样的数据链系统，部分防空部队更新每日敌我识别密钥的方式全靠物理传递或者频繁的手动程序。战场上部队高速机动，密钥一旦同步失败，雷达认死理，哪有什么己方匪机，那就是敌机。除此之外，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给这套本来就脆弱的敌我识别系统又来了一记重创。比如克拉苏哈4在压制乌克兰雷达的时候，经常不小心把己方敌我识别系统的应答频率也给堵了。火控雷达能看到一个目标，但收不到我是友军的回执，只能标记成不明目标或者敌方目标。综合以上所有因素，俄军在识别敌我的时候，往往需要回归最原始的方法，肉眼观察，自己判断。如果还判断不出来，那只有一个结论：宁可错杀1000，也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如果真打到自家兄弟，也只能说一句对不起，兄弟，你有点倒霉，那我也没办法。最后是指挥协调的问题，这部分更魔幻。俄罗斯的防空力量长期以来是陆军的归陆军，他们专门负责掩护地面部队；空天军归空天军，他们专门负责国土和重要城市。两套系统各管各的，谁也不知道友军都在干什么，这就极易导致误伤。俄军高层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启动改革，将原属陆军的防空部队编入了空天军司令部。谁知道这一改革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一方面是各种硬件不兼容，就比如我们前面说的敌我识别系统；另一方面就是陆军防空部队习惯了高度灵活的战场现地指挥，但空天军讲究的是一个程序，遇到威胁要一层层上报，等到上级审批回复，可能早就错过最佳拦截时机了。那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别管那么多，先打下来再说。所以一架卡52被自己人打下来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训练不到位，装备不靠谱，指挥一团糟，这3个雷同时炸了，不误击才是奇迹。最讽刺的是，俄军搞这些机动火力小组初衷是模仿乌克兰的成功经验，乌克兰用这一套战术打得风生水起，俄军也想照葫芦画瓢，结果不仅没拦住乌克兰的无人机，反倒把自己的王牌直升机给搭进去了。这就是今天的俄军，抄作业都抄不明白，打自己人倒是百发百中。俄罗斯这边一团糟，北约倒是更团结了。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给俄罗斯来了一场降维打击，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联合，联合，还是联合。这次北约峰会最重磅的消息就是爱国者3的维护设施终于落户欧洲了。美国、波兰、德国、荷兰、瑞典5个北约成员国签了一份政府间协议，要在欧洲建立专门的爱国者3导弹维护设施。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个维修中心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你可就太小看这件事了。现在全球有17个国家在使用爱国者3，以前有多折腾，一枚导弹坏了得漂洋过海送回美国修，一枚导弹从欧洲运到美国，修完再运回来，一来一回几个月就过去了。导弹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发射架上的时间还长，现在欧洲自己就能修，周转时间大幅缩短，导弹能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回到发射架上，随时待命。这就是北约的格局，不搞单打独斗，而是把整个联盟的工业能力绑在一起，形成合力。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达菲已经放话了，他对在美国境外生产爱国者3的机会持开放态度。能说出这种话，就说明维护中心只是开始，未来欧洲自己造爱国者3也不是不可能。此外，洛马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也达成了合作，要在德国翁特吕斯建一条 ATACMS 导弹生产线，这是 ATACMS 第一次在美国境外生产。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东西有多好用，乌克兰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用这个导弹打得俄军痛不欲生。但问题是，以前每一枚 ATACMS 都来自美国境内唯一一条生产线，乌克兰要，北约盟友也要，全球都在抢，全都挤在同一条产线上。然而洛马公司正打算削减这条生产线的产量，把产能让给新一代的精确打击导弹 PRSM， 供不应求的问题进一步加剧。现在好了，把生产线分给德国一条，2027年就能启动生产，欧洲不用眼巴巴等着美国出货，洛马公司也能专心生产 PRSM， 简直就是双赢。与此同时，吕特也宣布，未来5年北约要砸超400亿美元，专门搞反无人机。乌克兰战场已经把答案写在脸上了，现代战争谁在无人机领域占优，谁就能牵着敌方鼻子走。无人机不再是单纯的辅助装备，它是决定生死的主力。
北约当然要跟上这条线，按照他们的计划，到2027年，别的不说，无人机操作员的数量先翻上5倍，还要建一个专门的反无人机采购市场平台，成员国想买什么就直接在平台上采购。把这3件事放在一起看，我们能很清楚地看见一个转变：北约的国防工业从各自为战变成了集团作战，而且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都变了。现在欧洲不仅在出钱，还在自己建生产线、搞维护、扩产能。欧洲自己管好后院，美国就能腾出手去盯印太，各忙各的，反倒把乌克兰供应链给盘活了。如果欧洲生产爱国者3这件事能谈拢的话，美国可以继续生产自己的份额，欧洲负责北约各国和乌克兰的份额，乌克兰就不用太发愁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了，因为家门口就能造爱国者。不过这都要看以后，目前的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导弹，还在探索自己的低成本方案。比如最近他们又爆出来一个电子战系统，立马专拆匕首。7月6日，叶巡部队指挥官列金术士接受采访，他透露了一个能让全世界都惊掉下巴的数字：乌克兰的利马电子战系统已经成功压制了61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61枚，这不是个小数目。俄罗斯天天吹匕首天下无敌，无法拦截，竟然就这样被电子战系统压制了。按照列金术士的说法，利马不是传统的电子战系统，用的是数字压制、干扰、欺骗，加上定向信息网络攻击，3管齐下。简单来说，它向导弹发射虚假坐标和误导信号，彻底搞懵导弹的导航计算机，然后导弹会尝试执行一些超出自身结构极限的规避机动，最后直接在飞行途中解体，相当于这些导弹在空中自己把自己给拆了，这比被拦截还要耻辱。俄罗斯引以为傲的武器就这样被一串虚假坐标活活玩死了。这还没完，导弹在空中解体后，碎片速度急剧下降，掉下的时候损伤极小，乌克兰专家就跑去回收，就这样拿到了完好无损的电子设备和液压系统，一律送去拆解研究，然后一点一点挖掘出了匕首的秘密。最绝的是，这套系统一开始是用来对付沙赫德的，主打一个低成本打低成本，所以一套造价也就6-7万美元，现在拿来压制几百万美元的匕首，那叫一个划算。再看俄罗斯那边，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俄罗斯搞了一套名叫沃尔纳库波尔加兰特的电子战系统，专门用来干扰星链卫星通信，一套造价150万到200万美元。这东西的运作方式很简单，用8个卫星天线向经过头顶的星链卫星发射强力干扰信号，目的就是把卫星的接收器给打聋了，让它听不到下面乌克兰终端的合法信号，覆盖范围大约20平方公里。听起来挺厉害对吧？问题在于它的信号太强了，导致星链能快速检测到通信信道里的干扰，信号情报卫星也能识别出这套系统发出的强大辐射信号。简单来说，这套系统信号太强，反而帮乌克兰找到了它的位置，于是无人机出动，一下子就把它干掉了。等于说俄罗斯花大价钱造了个信号灯塔，告诉乌克兰我在这里，快来打我。火力军就搞不明白了，俄罗斯怎么总是花这些冤枉钱？与其搞这些，不如想一想到底从哪里能扒来燃油。白俄罗斯都快被俄罗斯榨干了。价格指数中心的数据显示，6月1日至25日，俄罗斯从白俄罗斯狂吸了14.1万吨汽油，这个数字是整个5月交付总量的2.4倍。而2025年6月同期，白俄罗斯只给了俄罗斯1000吨。换句话说，一年之间，俄罗斯从白俄罗斯进口的汽油数量翻了141倍。但这点汽油完全没办法满足俄罗斯的需求。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俄罗斯夏季每天的汽油消耗量至少是11万吨。白俄罗斯咬着牙把原本要卖给中亚国家的油全部截下来送给俄罗斯，结果拼了1个月的老命，也就够俄罗斯1天多的消耗。更惨的是，到了7月，连这点供应都断了。据尤恩7月8日报道，白俄罗斯汽油在圣彼得堡国际商品交易所的销量，在几天之内从7800吨提到了240吨，暴跌了30多倍。原因也很简单，俄罗斯依赖白俄输血，但是白俄不能白干，还要挣钱，所以白俄汽油在交易所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涨到了每吨14万到14.2万卢布。与此同时，俄罗斯本国 AI92 汽油的价格才7.1万卢布出头，等于说白俄罗斯汽油整整贵了1倍。俄罗斯一看你这样搞可不行，干脆推出了限价措施，价格上涨幅度被限制在了 0.01%， 几乎等于不让涨价。白俄供应商也急了，你不让我赚钱是吧？那干脆撤出交易所，转战利润更高的海外市场。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白俄在交易所7月份的配额快卖完了，所以也不是不想卖，是真没货了。说到底，白俄根本养不起俄罗斯这个大哥，临时应急还行，真指望白俄一直输血，那估计还不如俄罗斯直接把白俄吞了。所以现在的俄罗斯人画风很一致，一个个全在搜索引擎上到处发问，哪里有汽油？到底哪里有汽油？按照央杰克斯的数据，哪里有汽油这个搜索词5月份被搜了 10.9 万次，6月份飙到了200万次，增长了20倍。到处找不到汽油，俄罗斯人也开动了小脑筋，不如我们自己造汽油。
于是6月份如何制造汽油这个搜索词被查询了17100次，是5月份的3倍。俄罗斯报不得不提醒自家读者，大家别急，在家自制汽油这种事根本不现实，严重损害发动机啊。但俄罗斯人哪还顾得上这些？加油站没有，除了上网搜怎么做汽油，他们还能怎么办？难道能指望油从天而降吗？所以到现在，俄罗斯最要思考的就是从哪里弄到燃油。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仗怎么打还不好说。但火力军可以确信一点，普京的支持率要哐哐往下降了。到时候普京要怎么挽回自己的形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还能从哪里拿到燃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